大家好，我是小玉，色泽油亮，吃起来肥而不腻，入口即化的红烧肉，很多人都爱吃。但很多朋友呢，都觉得自己做的没有饭店里面的好吃。确实，人家都是有绝招的。今天我就把和老表大厨学来的绝招分享给大家，保证做出来的味道不输饭店，而且它色泽金黄，口感软糯，肥而不腻，瘦而不柴。一起看看具体的操作方法吧。首先准备一块在老表饭店偷拿的五花肉，做红烧肉时尽量选择带皮的五花肉，这样翻炒时更容易上色，而且口感呢会更有嚼劲。还有就是猪皮里面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，非常适合爱美的女士吃。我们将五花肉改刀成小块，但不着急焯水。猪皮的表面呢有许多的绒毛、猪毛和汗腺，一定要处理干净。很多朋友到这一步都是直接切成块去焯水，这样做出来腥味比较大，所以您无论怎么做都觉得不好吃的了。处理方法很简单，先把锅烧热，然后把猪皮那一面烧一下，按压的力度不用太大，只要让猪皮和锅完全贴合就可以了。烫的时候呢，可以在锅的底部随意移动，不用总是在一个地方。如果锅内温度太高，可以用铲子按压，以免烫手。猪皮上有汗腺，而且腥味比较大，这样能够破坏汗腺，有效的去除腥味，而且一并去除猪毛之类的杂质。烧到皮焦黄以后才有效果，只有到这样的程度就可以了。跟着直接放入提前准备好的温水中，这样被烫焦的皮呢就会变软，大约需要2分钟左右。然后用刀很轻松就能刮去表面一层烧焦的猪皮，露出干净卫生的金黄色猪皮。经过这样处理好的猪皮，不仅很容易煮熟，而且呢香味更浓。关键是猪皮一点腥味都没有。猪皮烧与不烧，不管是卫生方面还是吃起来的口感，都是存在着较大的区别的。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省略了这一步。猪皮刮干净再换水，多漂洗2次，将其漂洗干净就好。然后控干水分，来到菜板上，把五花肉改刀切成小块，制作红烧肉的肉块。在切的时候不宜太小，因为成品后肉块会收缩近1倍，所以切时呢要掌握好肉块的大小。一般来说，肉质的肥瘦程度决定了红烧肉的鲜甜适口度，所以五花肉最好选择3成肥7成瘦，这样做起来呢会事半功倍哦。切好的五花肉呢，我们装入盘中，跟着我们准备少许的香料，一块去腥生姜，一段山东大葱，把生姜切成薄片，大葱切马蹄状，切好装入盘中，再加入几片香叶、2块桂皮、2个八角、几个干辣椒，先放在一边。接下来起锅，我们给五花肉焯水，五花肉放入锅中，再加入2段大葱、几片生姜片、1勺料酒，跟着加入多一些的长姜水。开大火慢慢加热，这样五花肉才能均匀受热。这一步的目的，第一是为了给五花肉整体定型，防止五花肉在改刀切小块的时候呢，最上面2层脱落，从而影响陈菜菜品的卖相。过程中有浮沫的话，一边用勺子给它撇出来。第二是慢慢的把五花肉中的血水以及脏东西煮出来，只有这些东西全部煮出来了，五花肉才变得更加干净，没有一点腥味。浮沫撇干净，再煮2分钟，就可以用漏勺控水捞出来了。跟着我们将五花肉放入温水中，把五花肉表面的浮沫清洗干净。经过焯水之后的猪肉，请记得不要用凉水进行冲洗，否则做好的红烧肉不软烂。好了，清洗干净，我们将其放在一边控水备用。
接下来起锅烧油，油温4-5成热，我们下入五花肉煸炒，把五花肉中多余的油脂煸炒出来，这样吃起来才肥而不腻。而且经过煸炒过后，这样猪皮部分会炸得起泡起皱，最后经过焖煮以后，猪肉部分很软糯，而猪皮部分则变得稍微有点嚼劲，口感更有层次，味道更好吃了。煸炒到这个程度呢，就可以了。先盛出来装入盘中备用。锅中留油，我们下入38克冰糖，全程小火，用铲子把冰糖轻轻敲碎，不停翻炒，炒至冰糖完全融化。我现在每天都用心分享做菜小技巧，亲们能不能给我个免费的爱心，鼓励一下？万分感谢您了！一直炒至枣红色，立刻加入切好的五花肉。翻炒至均匀上色，炒糖色上色好看，味道好吃。但是对厨艺有要求，一定要掌握好火候，否则炒糊了容易发苦哦。现在可以加入提前准备好的香料了，继续煸炒，炒出香味来。同时加入1勺老抽，用来上色调味。当五花肉飘出焦香味的时候，把昨晚没喝完的啤酒倒入锅中，没过肉就可以。盖上盖子，小火慢炖。很多人在焖煮红烧肉的过程中，习惯用料酒去腥。其实，在多年经验的总结下，啤酒的香味更能促进成品鲜美度的升华。而且，啤酒和白酒有着异曲同工之处，都是纯粮酿造、纯谷物的附加，让红烧肉肥而不腻的质感又提升了一个档次。当汤汁收至一半时，我们把里面的香料加出来，不要了，因为香料的香味呢，已经融入汤中，残渣就没有必要留了。这样做出来的成品会更好看。这时可以往里边呢，加入灵魂食盐调味了。盐的添加呢，一定要放在出锅前的几分钟，这样不仅不会和肉香味冲突，而且呢，还能助长鲜甜诱人的风味。再次盖上盖子，现在开小火，让肉香味缓慢升腾。最后我们开大火收汁，像这样把汤汁收至浓郁粘稠，并且均匀裹在五花肉上面时，即可出锅装盘。哇儿，看着就好有食欲呀！做好的红烧肉色泽红亮诱人，口感软糯香甜，肥而不腻。不论是招待客人还是逢年过节，这道红烧肉都绝对上得了台面。如果你也喜欢吃红烧肉，一定要试一下这种做法，这样你也可以尝到美味的红烧肉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小玉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